简直是颠覆我的认知啊！这个是山羊肉，很香。位于热带地区的越南，竟然在最酷热的夏天需要火炉取暖，你敢相信吗？这里是越南最著名的避暑胜地，位于1500多米高原上的山城大乐。但为什么越南一座偏远的山城处处有法国的影子？当我以为旅居在如此偏远的山城有诸多不便时，但它却一次次打破我的认知。想象中的大乐和实际的大乐竟有如此大的鸿沟，这令我觉得十分的有趣。You will travel by bus. They will pick you in the hotel Etna. And this is the gate lock when you go out. 这个房子才80块钱一晚上，我都想住1周了。多漂亮这个房子！看到这么明媚的房间啊，一路搭了约5个小时，在盘山公路上颠沛的那个劳累都烟消云散了。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房间啊！我一把头放在这个窗口，就感觉好凉爽。室内是很温暖的，然后室外就是很凉爽。我们看到高海拔地区就有这个特点，这些云山的话非常高大，直冲云霄的，在那边也有很多。这种云山的话有30-40米那么高啊，就是在这些居民区凭空而起的感觉。刚才在酒店里睡了2个小时啊，可能是搭车的原因啊，然后就休息了2个小时。现在下午5点了，中午都没吃午餐。原本想租个摩托车的，酒店前台说我需要有越南的驾照才能够租啊，跟沙巴不一样，沙巴的话就不管什么的，直接给你摩托车，所以我就走路去找吃的。这边居民的房子啊，都是又高然后又现代化。难怪我住的房间才80块钱啊，因为我发现这临路的楼房啊，基本上都是酒店，这个竞争可能挺激烈的。看这家还可以啊。今天早上就吃了一杯咖啡跟一个面包啊，现在下午5点了，有点饿惨了，然后很冷，我就想去买个外套。你看没人穿短袖的，都是厚外套的。我沟通不畅啊，我以为是那种白切鸭，然后一盘上来的，我不知道它上来一份。哦，这个是粥啊，这个4万越南盾，它这个是直接上来一碗粥啊，里面是放了这个白切鸭。这鸭肉挺嫩，味道还可以，没吃饱，还得再吃一顿。我还没吃过越南特产的这个橘色的菠萝蜜，买一盒尝一尝。听说比黄色那个要更甜更好吃。这一盒是15块钱，5万越南盾。现在这个也是5万越南盾啊！你们觉得是买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吃不饱那就再来一顿。这里有这个鸡肉饭。你看这个鸡腿饭的话要接近20块钱啊。越南鸡饭常常呢是呈现自然的金黄色，据说是越南人在煮饭的时候加入姜黄粉，而且有时候米饭并不是用清水煮的，而是用煮鸡肉的汤水焖米，汤里含有鸡油，所以呢就呈现出这种让米饭更亮更香的金黄色。这个是什么叶子呢？还有一些黄瓜跟一些咸菜、泡菜。先喝一口这个汤啊，这个汤酸酸的，特别开胃。这没筷子了，我看这里人都是用这个用餐啊，我不是很习惯用这个叉子。这个饭是跟蛋炒饭挺像的，就放油、放盐炒的。我看每个桌子上都有这个热水壶一样的，跟茶杯一样的哈。这有茶喝。这里好像是辣椒蒜酱汁，
它是一个鸡翅跟一个这个哈。那天我问了好些摩的小哥，咱们也看到摩的小哥那个工作还挺辛苦的，一天基本上是挣150元，一天啊，工作可能10个小时左右，然后就4500元一个月，这还属于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哈。如果不是像开摩的这个又危险又辛苦的工作的话，可能才3500一个月。但是我发现这个一个快餐都18、20块钱，这消费真的不低。这酱汁是辣、甜、咸3种口味。外焦里嫩，可以的。吃2顿饭，刚好消费10万越南盾，30块钱。中国。À Trung Quốc. Cũng biết tiếng Việt đấy chứ nhỉ? Pork。哎呀，我以为是牛肉呢，这个是山羊肉，很香。I think there's a restaurant. 我以为他家是餐厅的，然后我问明天能来这里能不能吃到这个菜，他说他家是餐厅，但是这个只是自己吃啊，自己家里人吃。上景片记录了我初到大乐时那种被惊艳到的感觉，因为这里的气候实在太宜人了。大乐位于越南中南部的临潼省，地处中部高原的南边高原上，海拔约1500米。它的周围呢是山脉环绕，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如瀑布、湖泊、森林，而且它境内有多条河流，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乐河。城市的供水就是由大乐河提供的。那么大乐属于热带高原气候，全年气温适宜，四季如春。它的年平均气温约为20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25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不低于10摄氏度，真的是四季如春呀。降水量呢为1750毫米，主要集中在5月到10月的雨季。由于地处高原，空气湿度适中，夏季凉爽，冬季温暖，这也是它成为越南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的原因之一。但是大乐的历史并不长，最早呢是由1893年呢法国殖民者就提出了在大乐建设度假区的构想，因为他发现这里有独特的这种高原地理位置。那么从1920年开始啊，就是法国人呢就设计并建立了大乐的一些主要建筑，包括保尔多宫和大乐火车站，咱们后面会去到。那么在法国殖民时期，大乐成为法国殖民政府的度假胜地，吸引了大量法国官员和富裕的越南人前来度假。他们在这里建设了大量的法式别墅、教堂、公共建筑，使得大乐的城市风貌具有了浓厚的法式殖民风格。那么越南独立统一之后呢，大乐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旅游城市的地位得到了保留，而且近些年来呢，也迎来了越来越快的一个发展期。OK， 现在是漂亮的蓝调时间，前往大乐的市中心吧。我在地图看那里，确定无疑就是市中心啊。感觉是大家都吃完晚饭了，然后开着摩托车上街溜达的感觉啊。哦，这摩托车开起来好冷啊，说出来都很难相信。现在是6月中下旬的越南，我感觉这个是越南夏天最冷的地方了。现在的体感温度是应该15摄氏度，这里每个人都穿长衣长袖的，有一些还穿羽绒服啊。所以我行李箱没有厚衣服啊，我感觉我今天必须买一件衣服，不然顶不住。那里刚才航拍我们也看到了，那里有一座这个越南版的埃菲尔铁塔。哇，这个冷风嗖嗖的吹。我2次都被越南给震惊到了，一次是在越南的最高峰潘西潘峰那里，
那里是越南另一个避暑胜地啊，也是被冷的不行。谁能想到越南夏天这么冷？有的地方，大家过来玩的话，切记带外套啊。我这一次就是觉得我是去一个热带国家的，哪里还需要长袖，所以我的行李箱都是短袖。这里的摩的小哥啊，是我在越南坐那么多摩的以来，感觉最会漂移的。今天那个摩的小哥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在那个盘山公路上直接漂移了。这里是一个湖泊啊，在它市中心这里还挺漂亮的，就是在一个四面环山的一个平地上有一个小池塘，也不能叫小池塘吧，应该叫湖泊，就类似于国内说的这个天湖啊。OK， 到了，这里我从航拍里看是最多居民在这里玩耍的地方。我们看看大乐的夜生活，还挺漂亮的，除了有点冷以外。这是山城大乐，这里是它的市区，可能比较大的一块平地了，也是它的市中心。前面是一个还挺漂亮的湖泊，夜晚灯光亮起来。这里是市民饭后休闲娱乐的地方吧。我从航拍看到这里人最多，所以我就打车来这个地方。这里没那么偏僻，它这里跟这种城市一样，夜晚同样是有很丰富的夜生活的。这里还有各种小吃摊哦。山城大乐，避暑的话真的绰绰有余啊，直接把你冷到了。来到大乐啊，很不自觉就把它跟沙巴相比啊。这里呢不像沙巴一样，就是经常大雾弥漫的。我在沙巴3天啊，每天晚上都是大雾弥漫的，可见度很低啊。但是这里虽然很冷，但是它还是没有这些雾气的哈。烤火腿肠、烤红薯、烤玉米、烤鸡蛋、烤串。哦，蛆头蛋哈。这里有跟沙巴一样的小孩子玩的漂移车，你看，就这个。阿树闯越南已经来到第52集了，去了挺多的地方。有一些影片发布后呢，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问我越南哪里最适合旅居。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呢，我脑海里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想到大乐、岘港、宁平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各有不同的特点，也许以后我会出一期专门的影片来分享，在越南哪里适合旅居。关于这个问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交流。至少在这一条马路啊，人们都是很守规则的，都是在斑马线那里等车过马路。我在这往前走了2步，又退回来了；走了2步，又退回来了，胆子还不够大。这是个拍照的机位啊。拍照的机位，确实好看。到这就人少一点。这个湖的周长大概是几公里，3、4公里，我猜的。这个是越南最著名的本土汽车品牌，叫 VinFast。我那天在岘港的商场里问了一下，一些 SUV 的话，好一点的也要30万人民币。
来到这里，一股烤红薯的香气扑面而来。看哦，在这有一个商场吧，还有电影院，就在刚才阶梯平台的下面。外面下了点小雨，更冷了，进来躲一躲。这应该有个大商场，刚好买件外套。好多的摩托车啊！谁能想到，通常这种地下停车场都是停的汽车，越南就是眼前是摩托车。像骑摩托车的洗车店还不多见，国内我就没见过。有一家餐厅在这里，这里有一种食物的香气扑鼻，类似于国内商场里的美食城啊，有多家商铺共享这些桌椅。哦，这商场还挺大的。这是电影院，在越南还没看过电影。电影票4.5万到8万。越南电影啊，爱情剧、悬疑剧、科幻剧、儿童剧。我行李箱已经装不下任何一件衣服了，所以这个外套就是穿2天就扔了。看到这人来人往的，真想不到这是大乐，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了很多盘山公路的，好像是要去到一个很乡村的、很偏远的地方啊。然后这里有这种现代化的商场，而且顾客也是络绎不绝的，这种感觉挺奇妙的。越南的榴莲是真的是挺实惠的哈，很有性价比，7.5万越南盾1公斤。像这个的话才大概80块钱，大一房的榴莲肉是25块钱左右。在越南的这个相当偏远的山城啊，也有这么现代化的商场。也不难怪有人想起我放这个越南河内老城的影片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不是。我想起前不久我播放，所以网络上有进来有一种说法说不要来越南找老婆，你找不到的。这不是10年前、20年前，因为现在我们也能看到越南人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所以既然嫁到国外并不比嫁到自己国家生活好太多，那既然不愿意嫁那么远，这么大一个面包是1.4万越南盾，在越南的这个牛油果是随处可见的。而且很便宜啊，大概就2.5块1斤这样子。这个牛油果有6两左右，大概是6000越南盾，也就是1.8块，很实惠。越南腰果挺有名的，中国很多商场卖的腰果也是越南进口的。离开游客区买一瓶这个腰果，应该是能买到平价的腰果。坦白说，从这一个商场走一圈以后啊，我对大乐的这个好感又增加了，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旅居的话，它的生活便利度应该是很不错的，物价也相当友好。这个好像是2块钱左右吧。这里还有自助收银机，可惜我没有电子支付的一个软件。应该这个购物商场是越南本土的沃尔玛，看了什么都想买，都想尝一尝。4瓶的纯牛奶大概是9块钱。买了一个牛油果，1瓶腰果，4瓶牛奶，1瓶啤酒。
消费25万7000，大概是75块钱。腰果一瓶60块钱，现在找不到出口了。这个是 Highland Coffee， 整个越南都有它的连锁店。哦，下大雨了，回不去了。背着这个榴莲，让本来的相机包就更重了。刚好外面下雨了，在这里休息一下，顺便吃一吃今天买的这些。这个回家再吃吧，不然把人家这个好好的环境弄得味道。腰果，越南腰果，正宗的越南腰果，是这个 Go 商场他自己贴牌的。那么他选品的话，肯定是要好的选品嘛，毕竟品牌在这儿。干杯！啊，舒服。它加盐了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很脆的口感，就软绵绵跟很香脆之间吧。我这个行李箱肯定装不下这个了，我看离开前能不能把它吃完。这个我第一次来越南也是从广西东兴口岸来到芒街的时候就买过，这个纯柠檬微甜的，还挺好喝的。越南好看的女孩子啊，有一大半是集中在各种各样的咖啡厅。坐我对面这位女士刚才问我这个相机多少钱，然后我告诉她了，顺便跟她聊了一下。她是大乐本地人，我问她大乐最近这些年变化大吗？她就说，这个大乐现在变化很大，比以前更多高楼了，树木繁茂，游客也更多了。这里开了很多餐馆和酒店，尤其是那些景色优美的咖啡馆。哦，您对越南有什么看法？啊，我来越南玩了快2个月了，从最北一路玩到今天的大乐，还要去更南边的地方哦，准备走完越南全部地方。去了那么多越南的地方，我就发现越南今天的经济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跟很多中国人想象中的越南不太一样哦。他说，当你来到越南时，你会去越南很多城市，所以你需要小心你的手机和个人物品，因为在越南目前有很多的骗子和扒手，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很容易丢失你的财产。所以我希望你在去越南任何的地方都要小心。接下来这句就看不懂了。感谢你的提醒，我目前在越南只丢过一样不值钱的东西。雨过天晴的大乐市，回家了。诶，这前面这么多火塘，这是一家当地特色的烧烤吗？谁能相信这是6月的越南啊？这是热带地区6月的越南，需要烤火炉取暖啊！我真的被震惊到了，简直是颠覆我的认知啊！你看，这全是火炉。大概1个月前，在越南河内，在越南好多地方我都热得不行哎。烤的是木头，成本挺高呀。竹子，喝一杯热牛奶，然后再烤火。我太冷了，我先回家，明天晚上再来体验这种大乐的特色。在大乐，人们喝的不是咖啡，也不是茶，而是热牛奶，在火炉边，有意思，有意思。Hello。 15000越南盾就是4块5一杯，你热牛奶啊。How old are you? I'm 18. Yes. 哦，18岁，好年轻啊。So you are still student? Yes.
I'm in university. University. Yeah. Great. YouTube and TikTok. Which more? TikTok. TikTok. Yes. Do you like here? Yes, I like here. And the landscape is beautiful and the food is delicious. Yeah. And but too cold. I don't bring enough clothes. Yeah.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for first? Uh-huh.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 believe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have Yes. enough money to travel to China. Travel China is not expensive Oh, and the food is cheap. It's the same, bro. Almost the same. Yes. You can take the train to Yeah. China. It's cheap. Yes. There the train from Hanoi to China. Yes. You have to say thank you in China. 谢谢。谢谢。哦。像个酒吧一样，这个旅馆，这么好的环境，人们都出去玩了。哦，回到这个房间太舒服了，开心，带着一堆吃的回来了。先把窗户关了。哇，这裤子中午刚洗，现在就干了。先尝一尝那个越南菠萝蜜。我就发现，如果你住的比较合自己心意的话，住的比较舒服的话，真的会影响你的心情的哈。就你回到房间就觉得没有压力，就可以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此刻。看一下5万越南盾，今晚吃不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都还没撕开这个塑料膜，就闻到很浓郁的香味了。我买这个是感觉它没切下来的话会更新鲜一点，好香的，比黄色那个好吃10倍，特别甜，而且甜的让人的味蕾很舒服。哇，真好吃这个！我是不爱吃菠萝蜜的，但是像这种的话，我觉得我会爱上。这个菠萝蜜太好吃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菠萝蜜，但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橘色的菠萝蜜啊。它的话就是很甜，同时呢又有非常浓郁的那种菠萝蜜的风味。它怎么15块钱能买到这么多好吃的菠萝蜜？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你看完是什么感觉？欢迎留言。如果你喜欢阿叔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叔，我们下期见。